依持正见，倡导实修。智空禅师开始。如何看待一些超常修行人？一、徒弟顶礼师父。听邻居佛友说，在网上认识了一位在家人，这是他们群里转的文章，关于一些神异的内容，请师父鉴别一下。智空禅师开始。我看了你转过来的文章，我觉得从民间宗教信仰的角度来说，属于正常现象。关于这个修行人有没有证悟，我看不出；他的能力是不是来源于附体，我也看不出。只是据文章描绘说，他有这种超常能力。如果居士们修行佛法的目的，不是为了解脱生死，而是为了追求异于常人的能力或其他目的，那么附体的危险性对他们来说，似乎也不太重要。可是，对真正想修行佛法的人来说，这个是有问题的。第一，在三界中，从因果规律的角度讲，个人罪业个人消，要依靠放生、持咒、念经、持戒等功德力才能转变业力。如果一个人不靠功德力，却能满足大众篡改因果关系的需求，那就是骗人的。可能有的居士会说，我通过师父修法帮助，发了财等等。那我问你，你怎么知道你现在所谓发的财，不是你后半生甚至来生本来就有的财富，或者不是以折损你的寿命为代价而转换来的？因此，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。第二，不管是从佛教修行的共识，还是诸佛的戒律规定，或者成就者们都知道的修行规则来说，都不应该显一惑众。如果不用佛法来教化众生，认识自性，而是去蛊惑众生追求神意，这不是正信佛教的弘法方式。所以，我给的结论是：一，不管他是个伟大的修行者，还是附佛外道，都不能违背因果，否则必遭反噬。如果他的那些往昔聚缘的徒弟再次回到他的身边，那也是他们的因缘。二，如果他仅仅是个蛊惑众生的附体，那么那些跟风而无法修到正法的盲从者，以及上当受骗的居士们，也不能怪别人，这都是偷奸取巧的不正确发心招引来的因缘。所以，纯正的发心对修行来说很重要。所谓因地不真，果招迂曲。末法时代，一个修行者最好做到亲近善知识，听闻正法，在心地上下功夫，设好自己的心，管好自己的嘴，走好自己的路。二、徒弟顶礼师父。为什么网络上有些在家居士自称师父，诽谤别人，讽刺别人？智空禅师开始。末法吗？佛陀当时也说过，末法时代就会有这样的现象了。甚至还有居士说出家人不如他等等，形形色色的不合教法规范的事层出不穷，这些都是末法的现象。至于诽谤别人，那只能证明他的修行还不到位，尤其是对三宝造了恶业，将来要到三恶道受报。末法时代，魔众会来人间造作种种破坏正法传播的事情，使大家迷失方向，最后堕落三恶道。所以，修行人一定要以正信为导向。三、徒弟有人公开的攻击和批评出家人。智空禅师开始。诽谤三宝，说明他不是三宝的弟子，是魔众来扰乱佛教的。因为佛陀不许除出家人之外的任何人来苛责出家人，
连国王都不可以。大乘、大集、地藏十轮经中，佛陀告诉天藏大梵天，如是必除虽非法器，而剃须发披服袈裟，禁止威仪同诸贤圣，因见彼故，无量有情种种善根，皆得生长，又能开示无量有情善趣升天，涅盘正路。是故，依我而出家者，若持戒，若破戒，下至无戒，我上不许转轮圣王及于国王诸大臣等，依俗正法以鞭杖等捶考其身，或必牢狱，或复喝骂。所以，那些随意批评出家人的人，既没有管理和降服自己的烦恼，也没有按照教法落实佛陀的嘱托，在三宝面前不仅没能修福，反而造作了攻击出家人的罪业，是没有智慧的表现。造业是每个人自己的事情，对你来说，知道这是不对的，自己不去做就好了。可以提醒那些正信的佛教徒速速远离这样的人，听与不听你都不用在意。